大家都开始陆续放假了，对吧？给大家一个建议啊，关注我的死死抱住，没关注的抓紧加入啊！因为后面的这段日子里，天天带你们看大戏啊，相亲的相亲啊，摆烂的摆烂，打仗的打仗，结婚的结婚，那是一家欢喜十家忧啊！昨天下午接到男士电话啊，哎呀，还有3天订婚啊，女方突然涨价，觉得彩礼给的不公平，这可是把我担心的呀！大晚上赶忙急的啊，去了一趟女方家里。这个男方啊是92年的中专学历啊，下学早就自己开了家小吃店，月薪在2万左右吧。老家呢是湖北农村的，有个妹妹啊，通过相亲呢认识了现在的这个女朋友，94年的大专学历，在私企是做前台的，老家呢也是农村的，两人谈了有1年多。这起初呢女方家里她比较反对，觉得男方啊家庭条件差一点，而且还那么远啊。好在姑娘这人呢还不错啊，比较坚持，觉得男方人很好，也喜欢他。就这样呢，两家上个月呢是谈了定亲，彩礼啊也是讨价还价，定在了6万，女方陪嫁2万的家电，商议的挺好，准备下个周啊，也就是在后天的时候，两个人呢就去定亲领结婚证。结果呀，昨天女方突然变卦，觉得彩礼要的不合理，说如果想要定亲的话，彩礼至少12万。我一听这彩礼价格，他直接翻了个番啊！我是最讨厌这种行为的。那我赶紧去了女方家里之后啊，这女方父母在啊，我问到彩礼这个事情，他们就说啊自己以前不太懂啊，私下里给答应了。家里亲戚啊一听啊这价格觉得不合理，说谁谁谁家呀给了多少多少啊，谁谁谁家怎样怎样。我听完先是劝呀，这各家情况都不太一样，彩礼这事啊可不能去攀比，都是为了小两口好呀，要考虑他们实际情况。女方妈妈就反驳我呀，跟我说这男方条件啊确实一般，家里还穷，那我闺女这人老实呀，喜欢他呢我也就认了，但是彩礼你不能让我们家丢脸吧？这别人啊都还没有陪嫁来，我们还陪嫁了2万，所以啊彩礼12万啊一分不少。这女方父亲人还行，觉得呀半道改嫁他确实啊不是很地道，觉得要不这样吧，就8万块钱或者6万呢我们不给陪嫁了。刚说完啊，这女方妈妈是一拳打了过去啊，就你话多，以前还都不是你定的，赶紧闭嘴。转身呢就跟我说呀，哎呀我们有事啊先商议一下。接着呢就拉了个大叔啊去了里屋啊。我先强调一下，我真的没有偷听啊。那大姨去了里屋之后啊，给别人打电话，她开着免提啊，那声有多大呀？我就听见对方在电话里啊就说呀，你要咬紧牙关啊，别松口，12万啊他1年就挣出来了，这点钱他都不给的话，那肯定啊都不是诚心要娶的。这女方妈妈呢在电话那头啊就说啊，这男方家里要是真没啥钱，这要不给咋办啊？对方呢就给出主意啊，他俩都谈了1年了，他都30多了，怎么可能说不给就不给了？最后啊要实在不行你就降到10万嘛。临了对方还来了句啊，千万别给陪嫁，你别傻。哎，这挂了电话他俩就出来了，跟我说呀，彩礼12万一分不少，理由是啊男方1年能赚20多个，这些钱对他来说都是小钱儿。我听完呢，说实话啊，咱也没好意思穿破，但是我也没啥耐心了，就直接就跟他说啊，你女儿都28岁了，你们在农村还没个退休，就这么一个女儿，以后那是要靠女婿的呀。这男方自己创业赚的都比大多数人要多，如果你彩礼逼急了，婚黄了，你女儿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再找？要是男方给了这12万，婚成了，男方不得心里记恨你们一家吗？风水轮流转，最后这结果呀还是你们自己承担的呀。这女方妈妈呢一听也是觉得有理啊，说起码得多给一些吧，这抚养女儿长这么大，我们也付出了不少呀。听着我就来气呀，抚养孩子啊那是为人父母的义务，和彩礼没有半点关系，谁不抚养孩子呀？别听别人说的，自己关起门来过日子，过得好不好别人能帮你怎么地？最后哎呀真的是又磨了1个多点啊，两人终于松口，说彩礼6万就6万，但是这嫁妆一分不出了。听完呢，我看也到这个份上了，就跟男士沟通啊。虽然男士很反感这种半路改嫁，但是啊也接受了，觉得呀女朋友人很好，不想让女朋友啊夹在中间啊为难。就这样，人家后天呢这个订婚啊继续。以前呢我就说过，这100年前那些土匪啊都投胎当了丈母娘了呀。做事你得顾全大局，算计多了自私自利，最后啊都是自己承担恶果的。哎呀，不说了啊，喂刺猬去了，这快过年了，得让他们给我看好门啊。有些姐姐们来找对象，我真是伺候不了了啊！这大过年呀，这血压也没降下来过。有一位79年的离异不带孩子的女士啊，上午来找我找对象了。那身高啊大约在160左右，身材偏胖一点，短发。一上来就跟我说呀，要找做生意的老板啊，年收入不能低于30万。
看这架势啊，没点实力啊，那说不出来这话呀。我问啊，大姐你是在哪高就？她说啊，打零工。这3字一出啊，哎呀，我那脑神经啊都没转过弯啊。大姐慢慢的介绍了一下自己啊，目前在热力公司里做后勤工作，年薪在3万左右，离异3年多了，有一女儿12岁跟着前夫，初中学历。说到这儿啊，还特地强调了一下自己已经考上了成人大专呀，这明年就可以毕业了。毕业之后呀，会考会计啊，考本科等等。现在是有车有房有存款5位数。说完跟我叹了口气说呀，哎呀，现在这年头啊，婚姻啊靠爱情那肯定指望不上啊。他前夫在物业上班啊，1个月4000多点，这老婆孩子呀都跟着喝风。他整天啊抱怨这男人没用，这抱怨多了俩人就吵架啊，最后就离了，房子给了他。说到这儿啊，就凑到我眼前跟我说呀，哎呀，我看你粉丝挺多呀，这有钱男人的资源你肯定不少。我想明白了啊，为了我和我女儿啊，我也得找个有钱的。听得我那池子里的王八啊都忍不住怼呀，你大白天做梦，你不要脸了你。这位大姐呢还一个劲儿的滔滔不绝呀，说男方一定要在170以上，50岁以内，学历本科以上，做生意的老板啊，年收入啊最低30万，未婚或者是没生过孩子的。她说啊自己做不了后妈，但可以给男方啊再生一胎。最后补充了一下呀，接受姐弟恋。哎呀，听得我那血压呀蹭蹭蹭直拱啊。我跟他说啊，先不说50岁未婚还没生过孩子的老板有几个啊，就算有，你自己都44了，缺油缺水缺电了，给老板生孩子都费劲了吧。这位大姑娘听完呢，那直接回怼我呀，哎，你可不能这么说啊，那新闻上呀60岁不还能生2个吗？再说了，我就算生不出来了，我不是还有个女儿吗？过继过来给她，以后啊给她养老，她这不是啊白捡个姑娘吗？这顿输出啊直接给我干懵了啊，人家当老板缺你闺女给养老了？就你这思维方式啊，那小脑啊指定是离家出走了。我说你这是来找对象还是来做梦来了？人家老板呢凭什么要娶你啊？是你调好盘量，还是能给人生个大胖小子？就算你是辆法拉利，这40多年了，你修发动机他也没配件了吧？人家都当老板了，这身边不得好多年轻姑娘？娶了你怕这死了棺材本都不保了吧？他听了就开始不爽啊，说自己的优点很多啊，会做饭，会收拾房子。另外呢，他经历过婚姻啊，更懂得婚姻的重要性。听到这儿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呀！你上段婚姻嫌贫爱富，自私自利，一屁股屎还没擦干净呢，别把自己说那么高尚。我还没说完啊，他就不愿意了，怼我说呀，这现在光棍多了去了，3000多万呢，2条腿男人那么多，这女人啊想嫁她怎么都嫁得出去啊！哎呦，听得我呀，是呀，人迪拜大王子还光棍的，你这不是大白天做梦异想天开吗？想要嫁得好啊，首先自己得优秀，没事减减肥啊，去脂去油，多培养一点生活爱好，不要总是围绕着男人转，多点自立能力。想找30万的，自己先达到个10万，凡事都得讲究门当户对，再去改改自己傲慢的脾气，小鸟依人一点，不然呢要啥啥没有，还5大3粗的，老板娶你回去都得费大米。今儿且这王八我不要了啊，换刺猬看门，这种人再进来我就给炸出去。时光飞逝啊，嗖一下又到了新的一年呀。今天呢，给大家分享一个相亲成功的故事。别再问我是不是童话故事啊，这现实生活中啊，朴实一些的爱情故事啊，那还是有很多的呀。去年我给一个小伙介绍对象啊，他是92年的，个子不高，也就最多170吧。高中一毕业呢，就去新疆当了兵，这部队也一待啊就是10年。家是农村的，父母赶集啊，做点小买卖，在城里给他买了一套小房子。给他介绍对象啊，其实一直都是比较困难的。很多姑娘都会觉得他要么个子矮啊，要么就长得没有眼缘，甚至啊连面都不见啊就直接拒绝了。这去年夏天他休假回来嘛，给他介绍了一位94年的姑娘，是一名护士，个子也不高，在155左右啊，很瘦。这互相换资料的时候，我还问过这姑娘啊，是否介意男士的身高和家庭情况。当时这姑娘就说呀，我也不高，家庭条件呢也比较普通，既然都是普通人，那谁也不嫌弃谁嘛。就这样呢，两人呢见了个面，互相感觉都还可以啊，就相处看一看。之后几天呢，男士主动是请这个姑娘吃饭，给她送礼物，但人家却说呀，这谁赚钱都不容易，礼物不要，吃饭大家 AA 就好。不是不想欠别人情分，而是觉得既然想要在一起啊，他就不想让对方啊吃亏。两人相处呢也很简单，饭后经常去公园里探探马路，聊聊人生理想以及对未来的规划。走累了呢，就去路边的石凳上坐着聊。这聊着聊着呀，就是一下午。通过几天的接触男士就觉得这个姑娘呀很懂事，很明事理。这姑娘也觉得这个男士性格稳重，做事周全。这有一天，这个姑娘的父亲生病住院了，
男士知道之后啊，是二话没说呀，就去了医院，是忙前忙后，主动帮忙了几天，脏活累活呀都干了。姑娘和她父亲呢是看在眼里啊，疼在心里，也是很感激。时间很快啊，到了回部队那天，姑娘亲自去送这个男士，两人没车呢，就一起啊去坐公交去车站。在公交车上，姑娘从包里啊拿了一盒亲手做的馅饼，2个好地瓜，还有一杯热奶茶。她和男士说呀，这去新疆的路很长，饿了就要吃这些，千万别饿肚子。那一瞬间啊，男士特别的感动，而且也感激啊，觉得这姑娘人特别的好。进车站的时候呢，姑娘也在外面等了很久，直到男士啊进站之后，她才放心的离开。去年的腊月啊，新疆的冬天特别冷。有一天晚上，有一个战友啊跑过来跟男士说呀，有人找你。他出去一看呀，这个傻姑娘就站在门口啊，瑟瑟发抖，穿的衣服也比较薄，脸还被冻得通红通红的。姑娘却说呀，快递好多啊，都不发到这里。她不放心他呀，就想送一些日常用品给他。说着呀，这男士就赶紧脱下自己军大衣啊，给他披上，让他进了屋里。进屋之后，这姑娘就开始从背包里面拿东西。这是冻伤药，这是我给你织的围巾，还有保暖内衣，还有这个呀，你最爱吃的饼和腊肠，我都从老家给你带回来了。看着姑娘一件件的往外掏东西啊，男士立马就忍不住了，像个孩子一样哭了，抱着这个姑娘呀，就说自己回不去，不能照顾你，特别对不起你，还让你亲自跑来一趟。姑娘却说呀，那有啥呀，你出不来我就来看你，不一样吗？就那一瞬间啊，男士想着呀，这一辈子啊，豁出命也得对这个姑娘好。来年的春天，男士又休假回来了，两人呢见了双方的父母。一开始这女方父母是不太满意的，觉得男方啊在外地1年才回来一次，这个家是要靠女儿的，他就不放心。这姑娘劝父母啊，两人只要真心啊把日子过好，一切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。当兵呢是保家卫国，又跟父母说呀，男士对她很好，人品很好，有责任心等等。最后这姑娘父母也同意了，两人就在国庆节啊结了婚，彩礼4万加上3金。在一起的这2年呀，很少发生争吵，遇到问题都是互相理解和包容，生活过得也是其乐融融。以前啊我说过很多遍啊，幸福的故事都是一样的，只有不幸的故事才各有各的不幸。新年快乐，希望天下有情人啊终成眷属。能想到最浪漫的事